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资工系陈坤志老师。这个单元要跟大家介绍 System-C 的一个简要设计流程。在上一个单元当中，我们曾经介绍到一个 Y chart， 透过这个 Y chart， 我们可以有系统的从演算法层级转至具时脉资讯的硬体设计。这个流程则是要介绍一步一步的如何从不具时脉资讯的演算法层级，逐步的转变成具时脉资讯的硬体设计。首先，在这个设计流程当中，由上到下共分成3种不同的设计流程，分别是不具时间的运算与资料传输流程，以及时脉讯息近似运算与资料传输流程，和时脉精确的运算与资料传输流程。在不具时脉时间的运算与资料传输流程的部分，大家其实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C 以及 C++ 的一个程式。在这里，因为没有任何的时间单位，所以我们只是针对这个方法去做一个简要的介绍。而在时脉讯息近似的运算与资料传输流程方面，比起不具时脉资讯的设计方面，这样的撰写方式将会描述比较细节的硬体运算与资料传输行为。但是这里的时间概念只是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并还没有达到时脉精确的时间概念。所以对于 System-C 这项工具来说，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是可以比较快速的来模拟验证整个系统。在最后，具时脉精确的与资料传输流程设计，它就是一个传统硬体描述语言层级的一个程式设计了。例如 Verilog 以及 VHDL 就是采取这样的设计概念。这个层级所描述的硬体行为是一个时脉精确的一个硬体行为，但是相对的，时脉精确的硬体行为其实整体的模拟时间是比较久的。接下来我们来一一解说图上这几个 model 的一些不同之处。假如今天有一支程式，可以分成4个不同的 process， 分别是 P1、P2、P3 以及 P4。在 P1 去做了一个 A 乘以 A 等于 V1 的一个简单运算，而 V1 呢，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变数，但是它会被 P2 以及 P3 去使用。在 P2 以及 P3 之中呢，使用了 V1 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对的运算之后，可以分别产生 V2 以及 V3 这2个变数。最后，在 P4 会去使用了 P2 以及 P3 这2个变数，而产生最后的输出的结果。由于在这个 model 当中，并没有任何的时间的概念在里面，所以每个 process 之间的讯息沟通都是透过变数的方式来传递，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 V1、V2 以及 V3。所以这是一个不具时脉概念的演算法的模型。第2个模型又称作是 Component Assembly Model， 它是在有了初步的不具时脉资讯的程式后，接下来我们可以针对每个 process 来进行改造。假如我们让每一个 process 透过一个 processing element， 也就是 P1 来进行运算，而 P1 不见得一定要去执行某个 process， 它可以执行2个、3个至多个 process。所以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P3 它在里面执行了前面所提到的 P3 以及 P4。在这个层级上面，我们虽然已经把
每个 process 包在一个 P1 当中，好像已经具有某种时间概念在里面了。但是这里的时间只是一个参考值，并非时脉精确。对于每个原本的变数来说，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 V1、V2 以及 V3， 我们则是使用了一个 channel 的概念来进行传输。在第三个 model， 我们又称为 bus arbitration 的 model， 也就是汇流排的仲裁模型。这个概念是将汇流排的基本精神实际的把它表现出来。例如，我们前面已经实作了几个 channel， 在这里我们则是把 channel 变成汇流排的形式，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汇流排上面有 channel 12、channel 13以及 channel 23，分别来去代表不同 P1 之间的传输的通道。那在汇流排当中呢，我们常常会去使用一个仲裁器来去控制在汇流排上的所有的资料流。因此，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又多了一个 P4，而这个 P4呢，就是一个仲裁器。那此外，我们在 P1 以及 bus 之间，我们也会多了一些界面电路，也就是这里所提到的1、2、3。而这些界面电路呢，是介于 P1 以及 bus 之间，负责去做资料的一些同步的动作。在第四个模型，我们又称为 bus function 的 model。顾名思义，就是要将汇流排上的功能完整的描述出来。因此，这里又可以称为汇流排时脉精准的设计。在这个模型当中，我们将汇流排上面原本存在的 channel 12、channel 23以及 channel 32的这一些 channel， 我们全部的变成是一个 protocol 的形式，将汇流排资讯传输的各项协定全部的把它实现在汇流排上面。因为在汇流排上面的各项协定都是以时脉为单位，所以第四个模型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是具时脉精确的一个汇流排模型。在第五个模型呢，我们这称为 Cycle Accurate Computation Model。顾名思义，就是将一个时脉精确的设计来去实现每个 P1 的一个设计。在上面的投影片来说，我们的 P1 目前都还是具抽象化的时间概念。在这个模型当中呢，我们让 P1 里面的每一个运作行为实际的把它描述出来，就像这个图上面所显示的，在 P1 我们实际的把在里面所有的 finite state machine 所实现出来，在 P13 呢里面可能也有一些 finite state machine， 我们也可以把它实现出来。但是在这个模型当中，我们不见得需要把所有的 P1 全部都取代成具时脉精确的设计，我们可以针对一些需求做调整。例如，在这张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P2 它还是维持了一个抽象化时间概念的设计。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比较快速的去做系统行为上的一些模拟。因此，透过上述的流程，我们就可以从一开始的演算法不具时脉观念的层级，逐步的转变成全部都变成是时脉精确的设计了。大家可以发现，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很大部分的比例其实都是针对资料传输上面的时间概念去做一些调整。因此，我们就可以把 B、C、D、E 这几种模型称为传输层级的模型，也就是 Transaction Level Model， 简称 TLM。接下来，我们就以一个例子来介绍该如何从不具时脉资讯的演算法层级，逐步完成全时脉资讯的硬体层级。这里的例子和前面的例子是一样的。假如说我们今天有4个 process， 分别是 P1、P2、P3 以及 P4。
当我们要从 A model 转变成 B model 时，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将每个 process 用一个 PE 来把它包起来。因此，就如同上面所说的，每个 process 接着就会包含在某一个 PE 里面，而这些变数呢，则是使用这一些 channel 来把它表示出来。这里的 channel 大家可以把它视为就是一个 wire， 也就是说，当有一个变数被更新或是修改以后，它会立刻的传到下一个 process 里面。由于它是一个 wire 的一个概念，所以它并没有任何的时脉的资讯含在里面。接着，我们把每个 PE 放在每个 process 放在每个 PE 当中之后呢，接着我们就把每一个 channel 整合起来，变成是一个 bus。那这个 bus 呢，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除了 bus 上面的 arbiter 以外，我们另外也需要去实作各种不同的 interface， 来去当做 PE 以及 bus 之间的资料的同步的动作。在这个层级当中，我们紧紧的去把 channel 整合起来，并不会把资料传输当中的一些协定给实作在里面，因此它的时间概念是相对抽象的。接着，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 model 当中，我们把前面所有的 channel 全部改成 protocol 的方式来实现。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它就已经是一个时脉精确的一个方式了。我们从这张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从不具时脉概念的演算法层级，逐步的推导到具时脉概念的硬体层级。其实，在 C 的 model 这个地方会出现两条路。我们现在先来介绍 protocol refinement 的这条路。接着，我们来介绍，当我们把 protocol refinement 的这个 model 设计完之后呢，接着下一步就是把所有的 PE 用比较精确的模型把它描述出来了，也就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每个 PE 它里面也许有一些 finite state machine， 也许有一些暂存器之间的一些传输，全部都会在 F 这个模型全部把它取代下来。那由于 PE 跟 bus 之间它是资料上是不见得是同步的，因此我们在这个层级上面，我们还需要有一个 wrapper 的设计。这个 wrapper 的设计就是要让资料在两者之间去做一个同步。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 C 的这个 model。我们前面有提到，在 C model 的时候，我们会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先改 bus 上面的 protocol， 另外一条路呢，则是让 bus 维持在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但是我们先改 PE 内部的这个运算行为。所以在这个 IP refinement 的这一个动作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 PE 之间里面的行为，其实就已经用一些比较精确的一些模型来取代了。但是在这个步骤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去选择性的来去做 IP 的 replacement。例如说，假如我们 PE1 以及 PE3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process，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去把 PE1 跟 PE3 里面的内容去做比较详细的分析。接下来在 PE2 呢，我们还是让它维持在比较抽象的时间概念。做完 PE 的时脉精准设计之后，最后就可以进到汇流排的精准设计了。而这一页在前面我们也有提到了，这边我们还是需要去做一个 wrapper 的设计，来让资料在 PE 以及 bus 之间去做一个同步。当我们完成整个 System C 的撰写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模拟了。我们这个单元也在这边做一个结束，下一个单元将会简要的介绍 System C 的语法。我们下次见，谢谢。
Take some C2。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资工系陈坤志老师。